我们的飞机 delay 了。台湾，我们到了。这个我不错。我感觉会不会太甜了？今天晚上是搭连夜的飞机，大概4个多小时飞到台湾。现在演哥在办理 check in。这次我们去台湾呢，整个行程是15天，我们会在台湾环岛，骑机车环岛。这一个是我们的摩托头盔，2个都在里面。这一个登山包就是我们2个人的全部的衣服、行李都在这个登山包里面。我们的飞机 delay 了，本来我们是1点钟飞，但是现在已经1点了。我们今天晚上要 delay 到明天早上的5点钟。本来我们明天5点钟就要到台湾了，可是飞机 delay 了，他说有 technical issue， 所以现在他给我们每个人voucher，让我们可以去吃饭。然后呢，明天5点才登机，意思就是5点、6、7、8、9、10，我们要差不多10点多、11点才能到台湾。历经4小时的飞机延误和大约4小时45分钟的飞行时间，我们终于抵达桃园机场啦。台湾，我们到了。现在呢，地面温度大概是16度左右。那我们现在第一件事情就是买了台湾的电话卡，就是有 unlimited 的 data， 它是30新币1张，然后可以用15天。那我们第二件事情就是去拿车，因为我们租了机车，所以呢现在要搭捷运去拿我们的机车。乘坐捷运呢，首先你需要拥有悠游卡，这个是我们上一次来台湾的时候买的，应该还可以用吧？这个可以在任何的超商都可以买到，所以我们等一下去看一下里面还有没有钱。呼呼，进来喽！出捷运之前，先把衣服穿上，因为实在是太冷了。穿了3件。里面1件，然后1件抓绒，1件羽绒的背心。今天风太大了，我们刚刚从捷运站下来，然后搭了计程车，来到了我们预定了这个租车的地方。这个租车行呢是演哥来之前在网络上找的，所以呢我们一来就可以直接在这边租车。这台就是我们租的摩托，15天就会用这台。那外国人租车需要有什么文件什么吗？外国人租车的话，一般的话就是国际驾照。租车的费用我们是租了14天，他一共收8700块，大概1天是600块的样子吧。600台币600台币。租车是这个价钱，还有他会收一部分的押金，就是说你在台湾如果遇到什么违章啊，或者是超速啊，他会用这部分钱来抵扣那个罚单。头盔的话，你可以戴自己。如果你有自己的头盔的话，你可以戴自己头盔；如果没有的话，其实店家也会借给你2个头盔，然后它也会有手机支架，也是包在内的。你只要记好梅花跟这个有红字的牌子。这2个不能骑，其他都可以。省道是可以的，都可以。就是环岛1号线那些的话，就是到这个。那我没有问题的。然后再就是现在目前台湾人最不理解的这个区间测速，对，但是这个有方法可以破解啦，就是你看到这个嘛，区间测速起点过了之后呢，你就可以找地方先休息个2分钟、3分钟，对，所以很多人就不理解你设计这个到底有什么意义？这个帽子是没有眼镜，只有这个眼睛。所以我的眼睛是透风的。第一段路程是从桃园市中坜区的机车店出发，从市区里繁忙公路开往郊区，途经的乡道2边都是农田。冬季是休耕期，所以稻田里长满了杂草。Ticket for 2, just you and me, watching the road unwind.
这边还有卖香肠的，这是水煮的。我们刚刚走的是什么路啊？乡路。乡路啊。乡路小道。嗯。怎么样？你觉得骑起来感觉路况怎么样？挺好的。很平稳。OK。我们来到了一个 Seven， 在这边喝一个热茶热水。实在风太大了，呼呼的吹。其实我上半身穿的还挺暖和的，就是腿，因为只穿了一条牛仔裤单层嘛，所以腿有点冷，风一直在往里灌。可是我的身体很暖。今天如果是骑到台中的话，就是200公里，骑不到台中，那到苗栗，还有1个小时到。1个小时到苗栗哦，那我们等一下到苗栗就休息了吧。太阳出来了，终于没有阴天了，现在是看得到蓝天。哇，这个风都要把我吹跑了。不过太阳出来暖和一点，虽然温度不会很低，但是呢，风一吹简直凉飕飕啊。休息后喝了热饮，身体暖和了起来。骑车风一吹，身体又立马冷飕飕。接下来我们会沿着海边的公路抵达今天的目的地苗栗市区。这段路非常靠近海边，所以时不时可以看到海景。此时也是接近傍晚时分，夕阳的光柔和地洒在身上，这应该是入夜前的最后一点温暖。我们骑车骑到一个十字路口，然后呢，闻到了一股臭豆腐的味道，然后就发现在转角的地方有一个卖臭豆腐的店，被那个臭豆腐的香味给吸引住了。来，非常香。尝个。这是什么？臭豆腐啊。里面是蒜泥。先来一个。爽口。这里面呢是蒜泥。那臭豆腐不臭。加蒜泥很好吃。但是吃起来不臭。但是我刚刚在转角的地方闻到很臭。里面是空的，然后里面放了蒜泥，外面炸的非常非常的酥脆，然后里面可以看到那个豆腐是嫩的。我们现在去哪里？苗栗。我们今天晚上住哪里？我母鸡呀。现在呢要去苗栗，我们今天晚上住苗栗，但是还没有找住宿，等到了过后临时找，直接在 Booking 上面订。还有差不多10公里就到苗栗了。第一晚的住宿，我们在 Booking 上找到了一家拥有着70年历史的旅社，位于苗栗火车站附近。旅社内浓厚的怀旧风格，让人仿佛走进了50年代。老式建筑里的花地砖、塑胶红色雕花扶手、天井以及复古铁花窗与古董装饰，都在印证着它曾经的辉煌。第2代老板非常用心地为我们介绍建筑里的每一处故事。我不禁感叹，旅行的意义不在风景秀丽，而是在过程中遇见了人心温暖。我们呢在苗栗找到了一个旅店，非常的特别。那它第1代是现在这位老先生的父母亲，他们是当时70年前开的第1代的这个旅社。当年呢，那个第1代的旅社已经就是拆掉了，现在是以前那个第1代旅社是一个平房，
然后第二代旅社是一个小3层、3、4层的这样一个楼房，然后里面呢，它就是一个非常复古的装修设计。比如说，他们床上啊，他们会把那个被子折成一个像是一个小花的形状，然后还有包括他们的被子的花纹也是非常复古的。然后包括以前呢，留下来的一些旅社里面通讯用的电话机。都是曾经当年在这边用过的一些东西，都是一些现在是古董宝贝，我觉得特别有意思。这是一个电风扇哎，而且这个电风扇它是360度旋转，然后它这里面有2个扇叶。为什么这个风可以这么大呀？我的天，吹得我都要飞走了。我们现在去苗栗这边的一个夜市吃晚餐。买点东西吃，太冷了。美女，谢谢。来一根糯玉，走。很甜，很糯，不错。卤肉饭就是有点甜甜的，然后我们点了一份是小份的，这样一碗30元，再加上一个综合的，有豆腐啦，有鸭血啊，还有这个豆腐皮搭配在一起吃。这一份是90，感觉冬天这么搭配着吃刚好。可是这个有点甜哎，我感觉会不会太甜了？这个饭有点太甜了。然后上面的卤肉肥肥的。好了，到我了。到你了。味道怎么样？可以啊。除了可以，还有别的字吗？经济实惠。这个夜市呢是在苗栗的高铁站旁边，然后它是一个小夜市，但是它只是星期3、星期5、星期6有开，但今天星期天开的比较少。我是倪妮香，喜欢从生活中发现美的感动。